居然有人开始给我介绍58年的了，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难道我真的是嫁不出去了是吗？你38岁了还要找未婚的男娃啦？你给我讲下你的基本情况哎。我现在是一家3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，我是医学世家，妈老汉儿都是医生，挺优秀的呀。我是医学博士，现在一年收入嘛，保守在50个左右嘛，车房都是全款。做太忙了，所以说没得时间去找对象啊。那是一方面嘛，其实啊也相了很多男娃儿，他们有些收入啊满足了我的要求，然后学历啊和家庭条件也不符合，反正呢一直都没遇到让我满意的。我感觉你要求还不少哎，你可不可以说下你的具体要求嘛？对方必须是未婚，因为我没有结过婚，年龄比我大5岁或者小5岁，收入工作肯定不能比我撇啥，家庭条件肯定要门当户对才得行。那你确实还是很优秀哈，但是你要求的男娃儿呢，只比你大5岁或者是小5岁，而且还必须要是未婚的哈，条件而且还要比你好。那种男娃儿，他为啥子不找30岁以下的年轻妹儿呢？我要找的肯定是适合的男娃儿噻，我的优势你也看到了哈，工作好，家庭好，学历高，哪样拿出来不是王炸嘛？比我年轻漂亮的不一定有我能挣钱，比我能挣钱的学历不一定有我高，社会地位也没我高噻。你想哈，有好多人想找个医生当老婆用，都找不到。这些哈确实是你的优势，但是你没有想，你已经38岁了，那也是事实啊。你作为医生，工作很忙，你想找一个年入50W 以上的男娃儿，那么那种男娃儿他的工作也会很忙。那种男娃儿他其实是希望自己找一个年轻一点的、乖巧一点的女娃娃，能够帮他照顾好家庭的。那我只能说他们有点不适合。我年龄大是大了点儿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优点，肯定会找到一个欣赏我的人的。我觉得你还是有那个资本去自信的，我只有祝福你能够早日遇到你的缘分。很多人都说女人到了30岁不结婚，那就是大龄剩女了。我就是大家口中说的大龄剩女，30岁还没结婚。因为我记得我在20、21岁的时候，我妈妈说过，你以后将来出了社会，想找一个像你爸爸这样的男人，都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。那时候我不信，我觉得像爸爸这样不抽烟不喝酒，每个月把他这6、7千的工资上交给我妈妈，来维持这个家庭的运转，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。我觉得所有的男人结了婚都是这样的。直到后来我毕业之后出来社会，我发现并不是这样的。很多男生都很自私的，他会觉得我的钱，我挣的钱为什么要给你？为什么我不能实现财务自由？长了大了之后还要把钱给老婆管。而且我爸爸每个月时不时还会给我妈发一点小红包，这个红包不大，大概就是66、88左右的一个小红包。我爸爸去哪里还有多余的钱？因为我爸爸喜欢平常就是跑滴滴啊，我爸是有周末双休的，他一放假就是没有，就周末嘛，很有时间他就去跑滴滴，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是100-200块钱左右吧。他就把这个钱还愿意花66、88发给我妈妈。当然这100-200块钱我妈妈是不会没收的，我妈妈是不会去问我爸爸要的，我爸爸是主动给我妈发的，就是博我妈妈开心一笑的。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男人不是很多吗？后来我发现并不是，真的并不是。所以为什么要结婚呢？现在我只想跟我以前妈妈说的那一句话，老妈子，可能我真的找不到像爸爸一样这样的男人了。姐妹们，我是王姐，今天咱得好好唠唠这相亲里的门道，这可让咱大龄剩女在相亲路上又多了几分波折与无奈啊。小琪是个36岁的姑娘，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，人长得水灵，脑子也灵光，就是这感情的事儿一直没个着落。小琪年轻的时候啊，一心扑在事业上，总觉得爱情这东西可以先放放，等事业有成了，自然会有大把的优质男人任她挑选。这不，就有一次相亲，男方叫阿泽，是个30岁的程序员。阿泽虽说比小琪小几岁，但在 IT 行业也算是小有名气，收入也挺可观。两人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。小琪那天特意穿了一件显年轻的裙子，化了个精致的淡妆，想给对方留下个好印象。阿泽呢，穿着简单的休闲装，戴着副眼镜，看起来文质彬彬。刚坐下，小琪就主动打开话匣子，笑着说：“阿泽，你这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好的发展，挺不错的。不过我在这行也混了好些年了，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，以后有啥问题都可以问我。”阿泽礼貌地点点头说：“谢谢小琪姐，我还得多向你学习呢。”可没聊几句，小琪就忍不住感慨道：“阿泽，说真的，我现在就有点后悔没早点谈恋爱。
你看你们现在年轻，找对象选择多，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。像我现在年龄大了，就有点被动了。阿泽笑了笑说，小琪姐，年龄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，只要两个人合得来就行。咱大龄剩女在相亲的时候，往往会因为年龄的压力而变得有些焦虑和急切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像小琪这样把年龄当成一种借口，对男方提出过高的要求，而且不尊重男方的想法和感受，这肯定是不行的。我们应该明白，爱情是相互的，无论年龄大小，都应该以平等、尊重和理解的态度去对待对方，不能因为自己的年龄劣势就想在相亲中占据主导地位，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。而且我们也要正确看待年龄对相亲的影响。虽然年龄大了可能会在选择对象上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机会找到幸福。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注重自身内在品质的提升，比如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提高自己的情商，让自己在相亲中更有魅力。在这之后，小琪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。她意识到自己在相亲中的错误态度，她开始尝试改变自己。她不再把年龄挂在嘴边，也不再一味地强调物质要求。她开始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和志愿者服务，希望能在这些活动中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也希望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。她知道自己在相亲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她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她相信只要自己不断努力，总会有一天能找到那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。小琪却摇摇头说，你不懂，现在这社会男人都喜欢年轻的姑娘。我虽然保养的还行，但毕竟年龄摆在这儿，而且我现在对另一半的要求也不能讲啊。我希望他能有自己的事业，有房有车，还得能理解我的工作，支持我继续在事业上拼搏。我可不想因为结婚就放弃自己的事业。阿泽听了有点为难地说，小琪姐，我现在虽然有车有房，但事业还在上升期，还得不断努力。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应该相互扶持，不能只要求一方理解另一方吧。小琪接着说，我这也是没办法啊，我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。我想要的生活是那种高品质的，能经常去旅游，享受各种美食，参加一些高端的社交活动，这都需要钱和一定的社会地位来支撑。阿泽皱着眉头说，小琪姐，我理解你对生活的追求，但我觉得感情应该是纯粹的，不能只建立在物质和社会地位上。我更希望找一个能和我一起奋斗，一起创造美好生活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只知道享受现成成果的人。小琪有点生气地说，你这意思是说我只想享受咯？我为了事业付出了这么多青春，我就不能要求点回报了？我现在年龄大了，没那么多时间陪你慢慢奋斗了。阿泽此时脸色也变了，他提高声音说，小琪姐，你从见面到现在一直在强调你的年龄劣势和对物质的要求，你有没有真正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是你弥补青春遗憾的工具吗？你这样的态度让我怎么和你相处？小琪不甘示弱地说，我怎么没考虑你了？我也说了，我可以在事业上帮你啊。你要是觉得我要求高，那你可以去找那些年轻的小姑娘啊，看她们能给你什么。阿泽彻底怒了，他猛地一拍桌子，桌上的咖啡杯都差点震倒。他站起身来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怒吼道，小琪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以为你年龄大就了不起了？你就可以这样对我指手画脚，提出各种不合理的要求？我是来相亲找老婆的，不是来被你数落和利用的。你只想着自己的利益，却不顾及我的想法，你这样的人谁能受得了？他的声音在咖啡馆里回荡，周围的人都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。小琪被阿泽的怒火吓了一跳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嘴唇微微颤抖，想要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。他没想到阿泽会发这么大的火，他原本只是想在相亲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和需求，却没想到会把事情搞成这样。阿泽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，接着说，我原本以为你是个成熟有魅力的女性，才愿意来和你相亲，可你现在的表现让我太失望了。我在工作中努力拼搏，也希望在感情里能得到尊重和理解，而不是被当成满足你私欲的对象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留下小琪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姐妹们，咱从这事儿里能看出不少问题。